相信每个家长都思考过这个问题：如果有别的孩子打了我家孩子，我要怎么教他应对的方法？我作为2个孩子的母亲，自然也绕不过这个话题。我在本片中的观点仅体现了我个人的性格、认知和三观，每个家长肯定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。首先，我认为家长一定要对自家小孩的性格脾气有客观的认知，这很重要。对内向的孩子，家长即使对他说别人打你，你就打回去，孩子大概率也不会真的打回去。家长说这样的话，反而增加了内向孩子的心理负担。而对本就外向的孩子，家长如果只是简单粗暴地教他打回去，而不讲清楚各种道理，他可能就学会了用暴力解决问题，且吃不得一点亏，就为将来的人生埋下了雷。对我的2个孩子，我从来没有说过别人打你，你就打回去这句话。我告诉过他们，如果别人故意打你推你，你就对他喊 stop， 然后赶紧离开他，去告诉大人。这也是美国学校应对这个问题的标准做法，老师们都会这样教孩子。而我这么教孩子，我的考虑是：一，我不希望事态升级，使孩子陷入更危险的境地中；二，我希望能让理完全站在自己这一边，还手了，有些事就说不清了；三，希望我的孩子能做一个情绪稳定的、格局更高的人。好在我的2个孩子从来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，学校里会故意打人的孩子毕竟还是极少数。我认为在幼儿时期，孩子的一些类似抢玩具、推搡的行为并不存在很大的恶意，孩子只是还不明白人类社会的规则，暴露出一些自私的本性和急躁的脾气。这个阶段，家长和老师要持续加以引导，反复告诉他哪些行为是被接受的，哪些行为是不合适的，帮孩子建立行为的边界意识。全社会也应该对这个阶段的儿童持更高的宽容度。有时候会在网上看到，有些家长因为自己小孩被推搡，就气血上头，对对方小孩大打出手。我认为这是绝对不可取的，因为这样子暴怒只会激化矛盾。成年人应当控制好情绪，寻求理性的办法解决问题，给孩子做个好榜样。我个人感觉，在中国，现在的老师比起我们那时候的老师，总体职业道德和职业水平进步很多。现在的家长比起我们那时候的家长也明事理得多。我记得我自己上幼儿园的时候，大概4、5岁左右，经常被2个霸道的小孩抓脸，特别疼。但我又不敢告诉老师，因为老师是个特别凶的人，会拿缝衣针扎小孩，非常可怕，我不敢接近他，所以只能默默承受一切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实在受不了那2个霸道的小孩了，早上就拒绝去上幼儿园，但我又不愿告诉爸妈原因。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我会不愿意告诉他们原因，其实说出来就好了，但我没有说。那天早上，我妈坚持让我去幼儿园，毕竟白天家里没有人，她不可能把我自己留在家里，但我又死活不肯出门。她觉得我无理取闹，就对我又打又骂，生拉硬拽，一路把我拖到幼儿园。我嚎啕大哭，挣扎了一路，本来10分钟的路程，走了半个小时。我妈自己也是大汗淋漓。一到幼儿园，我就觉得我完了。一直到教室门口，我都还在挣扎，但看到老师，我不敢大声哭了。我妈在教室门口跟老师说我不肯来上幼儿园的事。老师觉得我一直都是特别乖、特别听话的小孩，不符合他对我的印象，就问我为什么不肯来。我起先不回答，但大概是我妈在场的缘故，老师说话的语气比平时柔和多了。我突然觉得可能我是有希望的。我终于鼓足勇气说，因为某某小孩总是抓我的脸。我记得那个老师立刻喊来那2个小孩，跟他们说以后绝不允许抓我的脸。从此以后，我真的没有再被抓过脸。当时我爸在得知这件事的时候，他是很生气的，对我说，别人抓你脸，你就抓他们的脸。我明白我爸的意思，但是受到性格的限制，我真的办不到。我长大后，
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里得出的感悟就是，父母应该成为孩子合格的依靠，平时应该给孩子心理上提供足够的安全感，对孩子少些指责和抱怨，多些理解和关爱。这样，孩子在外面遇到不公、遇到挫折，才会愿意告诉父母。遇到问题时，如果不了解事情全貌就指责孩子，甚至打骂，那样父母自己和那些欺负孩子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家庭应该是温暖的，无论身体暴力还是精神暴力都不该存在，不然悲伤会成为孩子人生的底色。如果孩子能从家庭里获得安全感，当他在外面受到欺负时，就不会茫然无助。我其实也能理解大部分父母秉持的别人打你，你就打回去的理念，但我觉得应该跟孩子讲清楚，这个打回去应当是出于当下的自我保护，而不是为了报复。事后要及时告诉大人，让大人出面解决。其实成人的世界也是这样，在遭受不法侵害时，可以进行正当防卫，事后应当寻求法律途径解决，而不该私行报复。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2020年疫情期间发生在澳本的留学生杀害华人房东夫妇的案件？我觉得简直就是成人版的被欺负要不要还手的问题。在这起事件中，留学生王某在租住房间过程中，认为女房东对他提出种种不合理要求，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争执。比如女房东执意要求未出过境的王某搬来后在2楼隔离2周，不让外出，并且出于防疫目的不让他开空调。王某虽有2个风扇，还是热得受不了。经过争辩，最后男房东给他开了空调。隔离第10天，王某睡觉的床塌了，女房东要求他赔偿700美元。王某发现同样的床架，亚马逊上只卖100多美元，床垫也并没有损坏，觉得很不合理。女房东为此事还打电话给王某在国内的父母，父母担心孩子的处境，只能低声下气赔不是，导致王某与父母大吵一架。但据女房东说，最后实际上只赔了100美元。发生了很多诸如此类的事情后，让王某只住了半个多月就决定搬离。但他已支付7200美元的房租，女房东不愿退还租金，还表示要起诉王某。王某越想越气，就把种种事情都曝光到网上，导致后来微信群中的激烈骂战。再后来又有一位第三者加入骂战，使得事态逐渐失去控制。第三者后来拿着聊天记录起诉女房东侵犯名誉，王某作为证人出庭，然而第三者被判败诉。这使得王某对女房东的恨意达到顶点，直接促使他持刀来到房东夫妇家，在2个孩子面前残忍杀害了男房东，重伤女房东。女房东身中60多刀，被抢救了过来，但数月后还是因气管塌陷去世。2个孩子也彻底成了孤儿。在这起事件中，留学生王某就像是一个受了欺负的孩子，咽不下这口气，于是他气血上头，用他的方法还手了。他的还手就是一种典型的私刑报复，直接造成了这个巨大的悲剧，也葬送了自己的人生。以下是我个人的看法：每个人都该意识到，人一辈子总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比如与自己三观迥异的人，或者性格难相处的人，爱占便宜的人，待人刻薄的人，充满负能量的人，甚至精神疾病患者。我们与这些人打交道时，若感到不悦，那就尽量远离，不要试图改变别人，不应与其过多纠缠。如果吃了亏、上了当、受了欺负，在法治社会中一定是有合理的办法解决的。有时候解决的成本太高的话，认栽也是一种智慧，就当上了一课，交了学费。人不可能一辈子不受一点委屈，所以在我们教育孩子要不要打回去这个问题上，我不赞同简单粗暴一刀切的就让孩子打回去，让他们赶快逃离也是一种策略，之后可以寻求更稳妥的解决方法。在这起房东夫妇被害案中，留学生王某实际上已经搬出去，房租最后也得到了部分退还，
事情其实也算基本了结了。但他因咽不下这口气，受不了这份委屈，不肯放手，最后采用了极端暴力手段报复泄愤，铸成大错。虽说房东夫妇在整件事中存在过错，但罪不至死。王某若心态上能调整得好一些，把这些事作为人生一段不悦的经历，迅速摆脱，不再纠缠，果断 move on， 那他依然可以走在他人生的主干道上，就不会像如今这般拐进了死胡同。可怜了房东夫妇的2个孩子，这么小就失去了双亲，这是人间惨剧。女房东自己在15岁时，双亲因为车祸去世，使她成为孤儿。她的人生一路走来也充满辛酸，她的经历塑造了她斤斤计较、咄咄逼人、虚张声势的性格，那是她独特的生存方式，是她的自我保护机制。有了孩子以后，她把爱全都给了自己的孩子。她表现出来的对访客的霸道，对疫情防控的高要求，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。她表现出来的对钱财的计较，也是因为她真的缺钱。老公在奥本大学做博士后，工资有限，她自己要带2个孩子，还要做中文学校老师。2个人的原生家庭都帮不了他们，他们只能靠自己。我还想再次多说几句。房东夫妇曾在北卡三角区生活过几年，我与女房东在同一个微信妈妈群里，我从来不删聊天记录，所以连10年前的记录都还保留着。惨剧发生后，我特别震惊。我翻看了女房东这些年在群里的发言，她平时会求折扣券、求奶票、卖2手物品，可以看出她生活精打细算。她在疫情初期的种种发言，可以看出她对疫情真的非常紧张，甚至显得恐慌。她会交流育儿话题，曾带孩子参加群里组织的活动。孩子额头摔伤有个小疤，我看照片真的是非常小的疤，但她还是担心的来求问有没有修复疤痕的药。可以看出她全心全意、认认真真的在养育2个孩子。她是个把爱全都给了自己孩子的妈妈，绝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。即使她有自私的一面，也不该遭到如此残忍的报复。这类事件深刻警醒我们，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，也要尽量把孩子培养成情绪稳定的人。平时避免给孩子灌输暴力思想，教他们对他人心存一定的宽容度，同时教他们若真遇到事，保护好自己，保持冷静和理智，向老师、家长等公正第三方寻求帮助。作为家长，如果自己孩子平时总是爱打人、爱惹别人，一定要及时和科学的干预，不能无所作为，听之任之。如果自己的孩子总是被别人欺负，那家长就要反省自己，孩子为什么没有向自己寻求帮助，或者自己为什么没能保护好孩子。而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偶发的特别小的矛盾冲突时，不要小题大做，理性解决或者选择性忽略即可。今天的话题就先说到这儿。养育孩子是门很深的学问，不是天赋碗筷那么简单。父母持续用爱来浇灌，才能培养出人格健全的孩子。那么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见解？欢迎留言发表看法。